近日，澳大利亚退役高官声称，中澳冲突日渐逼近，美国靠不住，澳中碰撞将导致澳军2天内将全军覆灭。事实果真如此吗？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近一段时间以来，澳大利亚随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上蹿下跳，屡屡挑衅中国。澳方有些胆大妄为的政客不断的叫嚣，叫出动澳大利亚军事力量和美国一块应对中国威胁。其中甚至还有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，他们恶人先告状，宣称中国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，澳大利亚也应该与中国做好冲突的准备。看来澳大利亚是打算跟随美国一条道走到黑了。不过，针对澳大利亚一部分人的激进言论，一名澳大利亚的前退役少将、现任参议员 Molan 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宣称，澳大利亚如果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，那么澳大利亚将会输得很难看，而美军也会输，澳大利亚可能撑个2天时间就宣告失败。但是他认为冲突就在不远的将来，但是冲突主要是中国和美国，澳大利亚并不是中国的主要对手。他还说，中澳冲突的可能性正在不断的增加，而中美的矛盾正在日益加深，中美的矛盾要远远大于中澳矛盾。他还一厢情愿地声称，中美发生武装冲突肯定会连带把澳大利亚卷入进去，但是他不像其他澳官员动不动就把美国搬出来，说美国会如何保护澳大利亚，他则认为美国其实压根儿就靠不住。这名澳军前少将还认为，美国不会主动帮助澳大利亚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，美国军队的军事实力相比中国还是弱多了，美国人并没有大家想象的多么强大，强大的美国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。如果中美发生冲突，毫无疑问的是，中国是最后的赢家。澳大利亚军事今后的重点要放在防卫本土上，澳大利亚只能自己保卫自己，也必须这样做。最后他又夸赞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，随后又话锋一转，表示澳大利亚军队虽然很优秀，但是面对中国军队是没有任何的还手能力的，撑个2天差不多就全完蛋了。针对澳退役少将 Molan 的解答，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Molan 说的是否有道理。首先 Molan 这个人的看法大部分还是比较准确的，但是有些看法纯粹是想当然，比如说什么不可避免的与中国发生冲突，这好像就把澳大利亚方面说成了一个受害者的角色。但是实际上这几年中澳关系的恶化，问题全在澳方，是澳方无端的针对中澳贸易使绊子，而且一直紧跟美国屁股后面干涉中国内政问题，对中国指手画脚，在国内则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，时不时的声称要和美军联合起来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，和美军进行联合军演，连澳媒体声称这是针对中国举行的。而且澳大利亚还派遣舰艇跟随美国一块闯入南海，目前的紧张局势都是澳大利亚和美国联合挑起来的。所以说澳大利亚根本不是什么受害者，也不要再幻想与中国发生冲突了。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，根本不会去侵略别国。所以 Molan 可能有被迫害妄想症。Molan 声称，美国如果和中国发生冲突，美国失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毕竟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实力已经无法限制中国方面的反介入、区域拒止战略了。如果美军强行挑衅中国，其在西太平洋的整个军事力量将遭到毁灭性打击，这个时间可能在数小时之内。因此美国虽然外表凶狠，动不动做出和中国准备冲突的样子，但实则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，所以美国不敢真的做出什么真正出格的举动。然后就是他说的，如果中澳爆发冲突，澳大利亚坚持个2天时间就将覆灭。澳大利亚军队挑衅中国，覆灭是肯定的，实际上时间可能更短。澳大利亚海军如果随美国兴风作浪来到中国的家门口挑衅，以澳大利亚海军的实力显然是不够看的。澳海军只有3艘驱逐舰和8艘护卫舰，
总体实力甚至不如中国主力舰队下辖的一个驱逐舰支队。一旦冲突都不需要解放军海军出动，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的歼 11BS 和轰 6K 型战机可以凭借空军的预警机和无人机侦察发现澳海军主力，在距离澳军舰防空范围外数百公里发射反舰导弹进行超饱和攻击，全程不超过数个小时就能以零伤亡的代价全歼整个澳大利亚海军。最后，正如 Molan 所说，美国不像其他人宣称的那样，如果爆发冲突一定保卫澳大利亚。他说的一点也没错，美国根本没有这个义务保卫澳大利亚。通过美国之前的行为就能看出，美国只把澳大利亚当作棋子。在中澳经贸关系紧张之时，美国就曾对澳大利亚做出承诺，说绝对不会坐视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经贸欺凌，但是转头就把澳大利亚和中国交易物资缺口用美国的产品补满了，代替澳大利亚的产品卖到中国，钱让美国人赚走了。此举直接背刺了澳大利亚，可见美国的虚伪。